香港警队刑事情报科历来以安插线人为主要破案手段。1年前的一次行动中，警员李沧东为了抓住罪犯，牺牲了自己的线人老费。老费身份暴露，被潜逃的罪犯复仇，身中数刀，从此精神受创，沦为疯子。李沧东因破案有功，荣升高级督察，但老费一事一直是他心底挥之不去的阴霾。警方收到线报，曾作案多起却一直没有被抓获的结晶大盗巴比返回了香港。上司找到李沧东，命他安排线人混入巴比的圈子，并拿给他150万线人费，嘱咐他少给点线人费，上面打算削减这方面的预算。要知道做线人无一不是在拿命换钱。李沧东选了一个叫何细奎的人作为自己的新线人。经过李沧东的调查，细奎的父亲死前欠债80万，他的妹妹被债主抓去卖淫还钱。出狱的细奎想要尽快还清欠款，不让妹妹再受苦。几番犹豫后，还是答应了李沧东做他的线人。李沧东首先安排细奎搭上一个疑似在巴比手下做事的人，此人外号太平哥。细奎很快通过太平哥接触到了目标人物巴比，团伙成员共7人，后来被巴比救下。本以为终于有人能真心对待自己，但结果巴比却让他大失所望。之后，细奎开始跟着阿弟物色金店，并找机会拷贝了他手机里的资料交给李沧东。拿到资料的李沧东开始部署行动，他们根据手机讯号锁定了巴比的位置，并进行跟踪包围，但却被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巴比察觉。他游刃有余和警察周旋，最终成功躲过了追捕。与此同时，细奎正跟着阿弟去买枪，两人在回程途中遭到警察的拦截，细奎拉着阿弟一路逃亡，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。巴比想到太平哥自细奎下地铁就跟着他，太平哥敲门进来，太平哥又问门口的地藏香是谁插的，细奎说是隔壁的婆婆。太平哥闻言带着细奎敲开隔壁的房门，与此同时李沧东也从窗户翻进了隔壁，拿钱给婆婆陪自己演戏。最后太平哥的一番试探都被细奎和李沧东巧妙应对，他也暂时消除了对细奎的怀疑。对老费心怀愧疚的李沧东常常去看望他，老费对砍伤自己的资狗十分恐惧，家人也和他断绝了来往。直到某天，李沧东在老费疯疯癫癫的言语中听到资狗回来的消息，便在第一时间出动警力将其逮捕，算是弥补自己的歉疚，也算给老费一个交代。也是在老费被砍李沧东荣升的那段时间，浑浑噩噩的李沧东酒后乱性致使已经怀孕的阿雪感染梅毒。面对丈夫出轨以及孩子没办法保住的消息，阿雪精神崩溃，企图自杀。被救过来后就遗忘了这段痛苦的记忆，也忘掉了李沧东。巴比几人前后物色了10家金店，警方也根据线索掌握了他们的行踪。他要的是功绩。李沧东回到家，他带新人时告诉他们，和线人之间从来就是互惠互利，尽管会有危险，但命是他们自己的，他们早就衡量过。李沧东频繁出现在舞蹈机构，让阿雪的父亲十分不满。等他再次出现在舞蹈教室的时候，老父亲拿起手边的东西，他受到刺激跑出门，却被一辆疾驰而过的车子撞倒。李沧东慌乱地报警，语无伦次地和阿雪道歉。阿雪被送往医院，生死不明。当晚，阿弟按照巴比的意思打了胎，两人因为这件事起了争执。阿弟知道巴比根本不是关心他，只是怕他的身体影响明天的行动。几人都被没收了手机，巴比对明天的行动进行了安排。他们将时间选在金店开门前的半个小时。犯案多起的巴比为人十分狡猾，事实上先前物色过的10家金店全都是障眼法，他的目标根本不在这10家金店中，至于是哪间，只有明天行动的时候才能知道。细奎一时间也无法传递消息。几人正在商量，其中看了细奎一眼，为了不被怀疑，他只能加入，于是上前抱住了拉链的腿，最后拉链被活活勒死，扔进了水箱。巴比这边已经进入金店开始抢劫，细奎趁乱拿走一枚钻石戒指，这是他答应阿弟的。紧接着又捡起地上的一部手机藏到了身上。警察赶来的时候，一行人已经抢劫完毕，准备逃逸。巴比击毙了为首的一个警察，几人随即驾车逃离案发现场。回到据点，巴比继续扫尾工作，他吩咐众人将开过的枪和穿过的衣服全都烧掉。那辆与此同时，巴比已经将金条溶解重铸。太平通知巴比接应的船只已经到了，几人分赃准备离开时，阿弟和爆珠突然掏出枪指着巴比几人。原来阿弟早就买通了爆珠和他一起反水，虽然没有和细奎明说，却也有意无意暗示过他。阿弟打伤巴比，命细奎去开车，却在转身时被太平暗算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细奎替阿弟挡下一枚子弹，随后拉着他往外逃。爆珠身上的火点燃了屋子里的煤气罐，剧烈的爆炸将所有证据付之一炬。阿弟和细奎躲在一辆车后面，巴比3人正准备包抄过去时，一群特警破门而入。巴比赶忙背起一袋黄金跑路，却被水陆2队人马包抄。穷途末路的他只能举手投降。阿弟和细奎则打通另一个出口逃离。太平和小弟马达也趁乱从暗道里溜之大吉。尽管巴比已经落网，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子就是打劫来的那批，
一时间也无法定巴闭的罪。上司提出让全程参与犯罪的线人细葵出庭作证，但巴闭党与太平和马达还在逃。他们如果知道细葵的身份，一定会对他实施报复。李沧东不想再推自己的线人去死，上司却表示，如果细葵不出庭作证，100万线人费就不会给他。尽管李沧东据理力争，但上司却态度强行，没得商量。李沧东焦头烂额，偏偏这还是醒了过来。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是细葵打来的。他和阿弟逃出来后，便藏身在一间小屋。李沧东问细葵人在哪里，细葵和他索要自己的线人费，然后报了个地址。阿弟买了些吃的，回到小屋，细葵将那枚钻石戒指拿出来交给他，说自己其实是警察的线人，让阿弟赶紧带着金条离开。阿弟却不想扔下细葵。此时思考一夜的李沧东最终下定了决心，他违背上司命令，准备将100万线人费拿给细葵。另一边，太平带着马达找到了阿弟和细葵的藏身之处，两人手持砍刀，来者不善。阿弟和细葵再次亡命奔逃，细葵拼尽全力护着阿弟，让他先走，自己却被心狠手辣的太平一刀砍在脑后，太平松开在一起，最后拿起手边的砖头将他打死。另一边，阿弟也在和太平殊死搏斗。李沧东上前查看细葵的伤势，却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。愤怒至极的李沧东捡起地上的刀朝太平砍去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阿弟也趁机上前补刀，终于将太平解决。阿弟爬到细葵身边，可惜细葵再没办法活过来。李沧东带着线人费蹒跚离开。警察赶到现场后，阿弟没有选择逃亡，而是认罪伏法。李沧东拿着150万，让自己的另一个线人转交给细葵的妹妹，然后委托一个女人照顾好老费，最后因为渎职等罪名被